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万国觉醒这个游戏呢，在这么久以来也是更新了很多东西，包括统帅、装备、军器、铭文之类的。有很多玩家不想要从零开始培养自己的账号，又或者已经玩很久的玩家，他们想要通过购买账号的方式获得更强大的账号。在这近几年来，很多玩家都选择私下交易买卖账号。那也是看到不少被骗的案例，就连外国主播也是讨论了这件事情。游戏为了要保护玩家的安全呢，都是会要求玩家绑定自己的 Gmail 之类的，甚至在陆服他们会要求实名认证，绑定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就有不少人利用这个方式把账号卖出去之后，再用自己的实名认证把账号拿回来。那他们这些交易都是私下交易的，官方没有办法去插手。可是在这交易链里面，官方也是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官方他们可以自己去处理要不要解除绑定某个人的 Gmail。可是时常看到的案例就是有些玩家他们要把账号卖出去，但是官方不管怎样都不要解除绑定，也导致成有不少的玩家去投诉官方客服。在众多的压力之下，在前不久官方就有讲过他们要出交易平台。那么在前几天1月5日的时候，官方也正式发了公告。不过目前只有陆服的玩家才有这个功能而已，国际服暂时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们国际服的玩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有可能官方之后会推广到国际服也说不定。万国觉醒交易微店万国小商站测试公告。一直以来，万国觉醒运营团队都不支持执政官们进行第三方角色交易，这是因为第三方交易市场缺乏监管，执政官上当受骗事件屡有发生。但在运营团队和执政官们多次沟通中，我们发现角色交易的需求是一项长期存在且需要规范引导的需求，因此我们计划推出第一期官方角色迁移服务测试。有角色交易需求的执政官们可以在万国觉醒官方公众号下发送信息万国小商站来获取微店地址与参与本次测试。本次测试暂时只面向进入征服赛季的角色，参与角色交易的账号需要持有实名认证。角色交易微店将收取手续费，本次测试名额有限，更多详细规则也可以直接咨询万国小商站微店客服。同时我们也不支持执政官们进行第三方角色交易，非万国觉醒官方指定的微店的交易均不被万国觉醒官方承认。我们衷心希望执政官们能与我们一道规范角色交易，保护执政官们的账号安全。坦白说，我认为官方从中获取的手续费其实还蛮高的，比我们现在收取的手续费还要高很多。但如果你是通过官方认证的商店去购买的话，一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跟官方那边投诉，要拿回你账号的可能性也会更高。假设说你是私底下交易的话，你又不知道那个玩家住在哪里，甚至有可能交易之后这个玩家就完全断了联系。这种骗子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一直不断的去骗其他玩家。不过官方这个商店还在测试阶段只是对征服赛季的玩家开放而已。不过其他的玩家其实也可以进入商店里面去查看了。要怎么进入呢？首先你必须要有微信，然后去搜索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并且发消息给他们万国小商站，然后他就会发这个网址给你，你们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网址登录。进入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账号是已经挂了出来，你可以点开进去查看他的账号里面有什么内容，像装备加速之类的。可是官方商店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不能讨价还价，价格是已经固定了的。只能说官方这个交易平台最好的地方就是安全，万一真的是交易失败的话，你们还可以发律师信去游戏公司申请退款之类的。虽然这个商店是5号的时候才通知各位已经开放了，但是我看到商店里面已经有一个账号是已经卖出去了。不过比起其他的账号，这个账号的价格会稍微低一点，只是需要5000而已。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账号的内容它里面有写到区服 ID， 还有它的 VIP 等级宝石有多少，金头战力体力的数量，城市皮肤，移民令加速，武将，金色图纸，金色材料，还有政务院等级。以他账号来看卖5000是还可以接受啦。一开始这个交易平台出现的时候，它只是出现了第一个曹操头像的咨询专用商品。那你们看到价格是99999999，当时候就吓到了不少玩家，以为官方是开玩笑的。虽然官方出了交易平台，不过我认为说还是有不少玩家他们会选择私下交易的，毕竟私下交易收取的手续费也没有这么高，甚至遇到一些玩家是本人交易的，并没有第三方插入，所以卖出去的账号比官方这里的商店还要来得更便宜。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安全而已。
那既然官方的商店已经出现了，我觉得有一些买卖账号的玩家，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官方商店卖出去的价格，怎样的账号可以卖出多少的价格，可以让一些根本不知道市场价格的玩家作为参考。虽然目前只有陆服才有这个功能，但是国际服呢，除了国际服之外，其实还有分成不同的伺服器。像是台服、日服、韩服、越南服，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专属总部。假设官方要推广的话，可以选择当地的网购商店去推广。像他们这样子区分出来，商店也比较容易交易。像在韩国伺服器的话，他们可以用 Naver Cafe。国际服将是最难开启这种交易平台的伺服器。在国际服的伺服器里面有太多地区的玩家，我们用的货币全部都不一样，除非官方全部通用美金来交易。不过无法避免的就是货币兑换率的问题，并且还要考虑到要放在哪一个平台作为交易点，又或者官方自己开启一个交易平台，只是安排这个动作工程会非常浩大。不过我认为官方假设是真的安排了交易平台的话，相信有不少玩家是会同意这个做法的。但我去问了官方，国际服暂时还没有这样子的打算，就看他们现在测试阶段做到怎样吧，之后有可能有发展也说不定。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前几个小时官方发了公告，讲我的王国即将要出现军器了。在之前的影片我有说过，有几个王国他们是已经开放了军器阵型，有些王国是正在打着 KVK， 有些是 KVK 已经结束了，有些跟我一样，像我现在已经是返回了兵力，那些水晶啊、任务啊全部都已经完成，奖励也拿完了。可是那些王国比我们提早了几天开军器跟阵型，那可能觉得说相差几天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嘛？问题是现在有活动，什么活动？就是投桃报李。我认为说官方是针对我们这些王国，为什么你要特意选择在投桃报李之后才开放？消耗5万宝石，我可以去买5000本贤者之证了。而且官方是已经知道我们亡国之后会开启军器了，为什么你现在 VIP 商店不要先放贤者之证让我们去买呢？你是真的很想要我花2次宝石完成了投桃报李之后又再去买贤者之证啊？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王国跟我一样这样子的遭遇，我也相信应该有很多玩家会跑去骂官方这件事情啦。而且军器开放时间真的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不要一次性开放，你选择性开放呢？在之前的影片我有介绍过我们获得军器的方法，就通过游历跟委托。假设你是已经把政务院升到23到25等级之间的玩家，你一天可以完成20个游历，7到8个委托，就算是运气不好的情况下，你一天至少可以获得15到20个军器左右。越迟开放军器在你的王国，你获得的军器就会越少。那我刚刚有讲过，有些王国跟我一样是同一个时间开放跟结束 KVK 了，但是他们在之前就已经开放军器了，我这里还没有。可是我们下次报名有很大可能会遇到这些王国，这样子哪里来的公平性呢？为什么官方要选择性开放，不要一次过全部开放呢？最生气还是投桃报李那个部分。那你们的王国今天有没有收到这封邮件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